首富的儿子掏出一堆钱砸在我面前，冷酷道：“10万一个月，我包你，答不答应？”同学们发出惊呼，我的眼前飘过一行弹幕：“来了来了！”坐等女配见钱眼开答应包养。我看了看举着钱的男主后，当场倒下，开始满地打滚。靠嫩娘，不要脸啊！包养俺们农村人！男主陆继行的脸绿了。围观的同学们嘴里发出吃瓜群众的惊呼声，有人当场就掏出瓜子嗑了起来。而我一个朴实的农村人，双手用力拍打着大腿，扯着嗓子喊：“领导，还要找领导，还是来上学的？谁敢包养我？给俺个说法，必须给俺个说法！”班主任闻声前来，一看这架势，吓得赶紧把我从地上扶起来。唐柚子，你这是干嘛呢？我立马指着陆继行，大声道：“老师，他要10万块一个月包养我。”陆继行刚才砸的钱还在地上摆着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他根本抵赖不得。但他作为本世界的男主，必定拥有顶配设置。他家里有钱有势，就算是校领导也要给他几分面子，怎么会把刚毕业的小班主任放在眼里？于是他清了清嗓子，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：“老师，我和同学开个小玩笑，不犯法吧？”班主任看看陆继行，息事宁人道：“这里是学校，你带着这么多钱，不小心丢了算谁的？快收起来。好了，唐柚子，回教室去吧，快上课了。”弹幕再次出现，诶，剧情怎么变了啊？这里女配应该见钱眼开答应了，立马让男主请吃饭，女主看见了伤心大哭，然后男女主有个感情推进才对啊。对啊，女配缠着男主让他请客吃人均1300的餐厅，撒泼打滚丢死人，我印象可深了。弹幕消失的一瞬间，陆继行弯腰把钱捡了起来，吊儿郎当道：“好了，唐柚子和你开个玩笑，别生气了，请你吃饭赔罪怎么样？”话是对我说的，他的眼睛却看着不远处的女主贾薇薇，他们家保姆的女儿。校园版《傲慢与偏见》，红眼掐腰就属给命文学的主角之一。贾薇薇怀里抱着一叠练习册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眼圈却已经红了，泪水盈盈，满眼心碎，看起来非常可怜。陆继行嘴角紧绷，手背青筋鼓起，像是恨不得立马过去强吻她。一时间气氛变得严情了起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再次拍着大腿哭喊：“俺奶不让俺白吃白喝别人的，再说俺家也不差这一口吃的，你啥意思？是不是瞧不起农村人？靠嫩爹，你凭啥瞧不起农村人啊？”陆继行、贾薇薇，说来话长，我从小就能看到弹幕，那时我并不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。我对我奶说，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我奶当场领我去神婆那里看了一场跳大神，然后问我好了没。我是我奶带大的，她是对我最好的人，看她为了我的这点事儿担心的吃不好饭，我挺心疼。撒谎说我好了，但我还是能看到弹幕。不过这对我的生活没什么实际影响，因为我从小就是个文盲，不爱学习，好多字我都看不懂。我有时候都偷偷怀疑自己是个智障。这2年我爸妈做工程挣到钱了，把我和奶奶接到城里。奶奶说：“柚子，来城里咱就好好学习，听见没？奶看别人家孩子上大学了都买电脑，咱也买好的。奶和人打听了，叫啥苹果？是不？奶给你攒着钱呢。”他温暖粗糙的手用力摸着我的脸，眼睛里满是疼爱，好像我是什么大宝贝蛋。爸妈离开农村之后生了妹妹，他们一家3口过得挺幸福。我和奶奶进城了，他们对我也不错，但毕竟不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亲人，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生疏。人的感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的，在我心里，我唯一的依靠还是奶奶，她对我有这么高的期望。我愁得一晚上没睡着，因为我害怕我奶发现我是个傻子。幸好我以前只是太贪玩了而已，我的智商还是正常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学习，我成绩有了明显进步。正在我暗自开心的时候，消失了很久的弹幕又出现了。我终于发现这世界是一本巨大的言情小说。我唐柚子是农村来的恶毒女配，见钱眼开的跳梁小丑，因为惹女主掉眼泪就被男主逼退，学还被男配收拾的悲惨炮灰，靠他爹靠他娘靠他大爷和他家祖坟旁边的黄鼠狼。我唐柚子一个朴实的农村人，只想好好学习，当知识分子，考上好大学。自从包养风波以后，陆继行连着好几天都想接近我，他想让我替他澄清一下，因为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他很没品。假如他包养女同学，女同学见钱眼开接受了，那他就是小说里的渣苏霸总预备役。但他欺负农村来的女同学，拿钱侮辱人家，那他真有点该死了。校园男神的人气一夜之间一落千丈，他怎么能不着急？当然想让我帮他恢复名誉。不过我唐柚子现在有文化了，我能看懂弹幕了，我必须离主角团远点。这天放学之前，陆继行又想拦住我，我站在教室门口，看他朝我走过来，嗖的一下抬起了手，就要往大腿上拍。陆继行浑身一哆嗦，一把握住了我的手腕。唐柚子同学，
你别激动。陆继行咬牙切齿地说。能不能先不要拍大腿？我说，靠嫩大爷，还要回家？你干啥不让俺回家？有没有王法了？欺负人了？有没有人管管啊？领导，给俺个说法。是的，他还是幼稚了，不拍大腿我也可以喊，只不过略微失去了一些节奏感，不影响什么。陆继行抬起另一只手，一把捂住了我的嘴。别喊了，算我求你。他有点崩溃地说，咱们好好聊聊行不行？虽然我从小就帮着我奶干农活，有一把力气，但他从小练跆拳道，还喜欢打篮球、游泳，壮得像头牛，力气也不小。于是我们势均力敌地撕扯了起来。就在形势水深火热之时，教室角落里突然传来一声啜泣，贾薇薇哭得鼻尖和眼圈通红，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，比我搓下来的玉米粒都大颗。陆继行，别太过分了，我还在这里呢，你拿我当什么？贾薇薇哽咽着说出这句话，红彤彤的眼睛死盯着我们看。说实话，我可太欣慰了，看到了吧，奶，我不是智障，真正的智障另有其人。我都要把陆继行头发薅掉了，他还以为我们在深情抚摸彼此呢。陆继行焦头烂额地说，我等会儿再和你解释。贾薇薇走到我们面前，哭着说，事已至此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他把目光移向我，好像整个人都要碎了，却扬起下巴，高傲道，我祝你们幸福。我去，不知道在高傲什么，撂下狠话，他扭头就走，看门的人一看，这样也不敢拦了。我眼疾手快，就像逃地铁票一样，紧贴着他的后背，和他一起挤了出去。陆继行赶紧追出来，他在我们俩之间摇摆不定，不知道先追谁。我还急着回去背单词呢，能让他抓到。于是我一把扛起了贾薇薇，嗖的一下把她横着摆在走廊中间当减速带，然后扭头就跑了。那天我背了20多个单词，听说陆继行和贾薇薇大闹了一场，做天做地，男默女泪。呵呵，他们在虚度光阴，我在当光荣的知识分子，我很骄傲。第二天，我拎着我奶给我准备的水果去上学，却发现自己座位上已经坐了个人，斯文俊秀，戴个无框眼镜，常年霸占第一的学神，智商超高，身世坎坷的男配宋佳玉。弹幕再次活跃起来，来了，男配给女主出气来了。前面的剧情给我看沉默了，现在剧情能走向正轨了吧？男配逼女配给女主道歉，女主很感动，给男配送了个小礼物。我看完弹幕，又去看宋佳玉，她起身低头俯视我，我跳上桌子，弯腰蔑视她。你先下来行吗？她无语地说。我叉着腰，中气十足道：那你蹲着和我说话，要不然我还得抬头看你，累脖子。她点点头。我从桌子上跳下来坐好，她慢慢蹲下去，抬头看我。我忍不住揪了个葡萄扔给她。宋佳玉嘴角一抽，问：你干什么？我嘿嘿一笑道：不好意思，我老家养的那个大狼狗蹲下和你差不多高，我每次看到它就忍不住扔点吃的，条件反射。他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：狗不能吃葡萄。我又没喂狗，这不是在喂你吗？宋佳玉的脸色瞬间黑了。我靠，哈哈哈哈哈！完了，男配自尊心超强的，这下他肯定要想办法把女配制服了。我最喜欢男配了，永远不会输的聪明人，最后为爱认输，和男主共享女主，等不及看他怎么收拾女配了。看完弹幕，我掏出苹果啃了一口，对他说：找我啥事？我听说你昨天把贾薇薇惹哭了。我点头，咋了？他表情冷下来，说：去给她道歉。我刚准备抬手，他就说：前几天考试，我和你在一个考场，我发现你作弊了，但老师好像没发现，不如我去提醒他一下，监控应该拍到了。说实话，那一瞬间我冷汗都下来了。他说的是真的。考试之前我压力有点大，就悄咪咪弄了个小纸条，但是到临头，我担心万一被抓到了告诉家长，我奶肯定特别失望，所以我把纸条掏出来一下，又心虚的赶紧放回去了，还在心里发誓以后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学习。没想到居然被他看到了，不是，怎么教室里还有监控啊？这些狡猾的城里人。我紧急思考了一下，故作镇定道：好，我听说你很聪明，不如我们来比赛，赢了我听你的去道歉，输了你就把这事儿烂肚子里，怎么样？比赛好啊，我最喜欢比赛了。比什么？他看起来信心满满，这很合理，毕竟他智商奇高，横扫各种比赛，奖牌拿到手软。平时别人想放空大脑去刷手机，他想放松去做高考真题。我写了一堆纸条，装在笔袋里摇了摇，递给他：你自己挑一个项目。他随手抓了一个，打开一看，上面赫然写着2个大字：插秧。我笑得很朴实，嘿嘿。他有些呆滞地说：插秧。我拍拍他肩膀：走，
找个场地比一下。我插秧可厉害了，5分钟插一块田。你看，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，我掏出手机给他看，屏幕上是我奶奶录的我帮她插秧的视频。只见我身形矫健，动如脱兔，嗖嗖嗖，转瞬之间就插满了一块田。宋佳玉的手微微颤抖，因为她这个智商奇高的人类，突然发现自己也有不会的事情。她不会插秧，这不公平！她咬牙切齿道。换个项目。我说可以，合理，你继续抽。她又抽了一个，和傻子聊天。对，我会和傻子聊天，我俩聊得可好了，你会吗？我又给他看第2段视频，是我进城之前和好朋友的珍贵合影。视频里傻子呜噜呜噜比比划划，我说好，我会记得给你寄信的，你给我带啥礼物了？傻子用力点头，抬起手和我拉钩，又从兜里掏出一个大苹果塞给我。宋佳玉，再换一个，学公鸡打鸣。我当场给他喔喔喔了一个。昏昏欲睡的同学们瞬间抬头，问谁把鸡藏书包里了。我冲他抬下巴，你来叫一个。我不会。宋佳玉的声音有点发抖，我把桌子拍得直响。那你会啥？你不会插秧，不会和傻子聊天，还不会学打鸣，你说你会啥？宋佳玉脸色煞白，她如此聪明的一个人，以后连直升飞机都会开，拿奥数题当10以内加减法算，突然意识到自己居然有这么多不会的东西，而且她没有信心对我说一句这些很简单，我一学就会了。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和傻子沟通的顶级天赋。于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内耗以后，宋佳玉终于低声说，我输了。外面一阵狂风大作，卷起一堆树叶，仿佛他破碎的道心。我摆摆手说，输了你就走，别来烦我了。宋佳玉却突然起身，双手撑在我桌子上，低头看我。我一撸袖子，怒道，怎么着，输不起是不是？不。宋佳玉说，你还会什么都交给我吧，算我求你了，唐柚子同学。说实话，我很震撼，我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人能好学到这种地步，怪不得弹幕说他以后会开直升飞机，会20国外语，还会修电冰箱，连和傻子聊天他都要学2手，修冰箱这种实用的技能他当然要学啊。宋佳玉彻底缠上了我，他每天跟在我屁股后面鞍前马后，随叫随到，还主动提出资源交换，说要给我讲题，试图让我将一身的本事统统传授给他。但我谨记生存规则，这3个人我一个都不要搭理，我要让他到死都学不会打鸣，气死他。因为宋佳玉的异常表现，贾薇薇总是一脸哀怨地盯着我看。这天放学后，宋佳玉又默不作声地跟着我，我突然觉得背后一股怨气袭来，回头一看，贾薇薇早已泪流满面。贾薇薇走到我身边，颤抖着说，佳玉，我找你一起吃晚饭，你不来就为了和他在一起吗？宋佳玉说，怎么了？贾薇薇的泪流得更凶了。你不是说我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人吗？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？现在我需要你。本来我算不出数学题就烦，他一哭我更烦了，不耐烦地啧了一声。消停了好几天的弹幕再次冒泡，女配还敢不耐烦上了？他到底知不知道男配为了女主能给命是什么含金量啊？剧情终于要走向正场了吗？我真怀疑前面看的是盗版，能不能切换到城市频道，安心女主就是男配的命根子，坐等女配被打脸。这些弹幕看得我心头火起，我刚想让这俩人一起滚远点，突然从巷子里窜出来一只狗，那狗冲到我们面前就开始汪汪叫。贾薇薇被吓得花容失色，宋佳玉赶紧护住了她，气氛顿时变得严情了起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汪汪汪汪汪，我叫的，汪汪汪汪汪汪，还是我叫的。狗愣了一下，然后扭头就走了。烦死了，你俩的事儿别把我牵扯进来。你看我搭理他吗？我对狗都比对他热情。贾薇薇刚想说什么，宋佳玉一把握住了我的胳膊，我警惕地后退一步，皱眉道，干什么你？宋佳玉激动地说，你刚才是把狗吓走了吗？你连狗语都会，你还会什么？教我吧，求你了。滚开呀！我一脚踹在他腿上，学个屁狗语，你有这个天赋吗？宋佳玉学我刚才的声调说，汪汪汪。贾薇薇尖叫一声，宋佳玉，你不是说只做我一个人的狗吗？我也尖叫一声，紧紧捂住了自己的耳朵。丽娘哎，你们城里人这是弄啥来？俺不中了。那晚宋佳玉给我发了好多条消息，拼命解释贾薇薇的话不是那个意思。放过俺吧，俺真的不中了。宋佳玉，如果你真的介意的话，从明天开始，我可以和贾薇薇拉开距离。我现在真的很崇拜你，唐柚子同学，我从来没这么崇拜过一个人。Shut up！ 宋佳玉，是 shut up。
靠嫩娘，英语太难了，我彻底得罪了贾薇薇。第二天我去上学，她的目光如影随形，一刻也没有离开我，好像我把她的卫生巾、棉条、护垫一起偷走了，真是瘆得慌。下课的时候，她又眼眶红红的起身，走到我面前，颤抖着声音说：“唐柚子同学，对不起。”然后她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。啊！弹幕嗖嗖飘过，天，女主太可怜了，我真的心疼了。你们都说她婊，在男主男配之间摇摆不定，但她的生活里只有他们啊。就是女配到底想干嘛？抢完了男主又抢男配，非要把女主的一切都抢走。女主妈妈对她不怎么关心，还总有人拿保姆女儿这个身份讽刺她。要不是男主男配的保护，女主能不能读完高中都不一定呢。放心吧，前面的知道女主为什么是女主吗？她一哭，全世界都错了，懂吗？就是等着看吧。男主狗子就是嘴硬心软，和女主有点误会，又被女配横插一脚，这几天悬着心呢，马上就来英雄救美了，等着看哈。女配马上要被退学了，我心头一股无名火起，刚想说话，一根口红就被扔到了我的桌子上。怎么又哭了？哈哈，快拍快拍快拍，对着脸拍，怎么弄得像演戏似的？还有人拿出小瓶香水往他这边扔，但砸到了我头上。砸就砸了，他非但没有道歉的意思，还不耐烦地冲我翻了个白眼，小声嘀咕：“靠，头这么硬，别把我香水搞坏了。”欺负贾薇薇，我不管欺负我，我不能忍，我当机立断砸了回去。被砸的女孩捂着脑袋哎呦了一声，剩下几个女孩见状，一副反了你的样子，把我围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跳到课桌上躺好，开始左右打滚。靠嫩爹啊！欺负人了，告到中央，还要告到中央。领导在不在啊？领导在不在啊？我声如洪钟，中气十足。没过一会儿，就引来了班主任。班主任嘴角一抽道：“唐柚子，怎么又是你？”我趴在课桌上，柔弱地蹬了两下腿，说：“英。”那几个女生七嘴八舌地指责我拿香水瓶砸人。我指着监控说：“查监控，看是谁先动手的。”最开始拿口红砸人的漂亮女生不耐烦地撇了撇嘴：“少在这里大呼小叫的！你是不是不知道我爸爸姓什么？信不信我一句话让你退学？”我立马掏出手机怼着他的脸狂拍：“你爸姓啥？来，你说，你爸姓啥？欺负同学你还有理了？你知不知道我奶姓啥？我奶姓唐。你上我们村里打听打听，谁不知道老唐太太78了一身毛病，临死前唯一的心愿就是看我上大学。你让我退学是吧？好，你等着，我这就给我奶打电话。奶，俺不活了，咱俩一起吊死在学校门口吧。”那女生一口气没上来，一副被噎住的表情，半天都没说出一个字。班主任好像要晕倒了，缓了缓，他扶着额头，当机立断地说：“到底是谁先动的手？给唐柚子道歉，快点！”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动手砸我的那女孩身上。那女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她一边哭一边给我鞠了个躬，说：“对不起，你千万别给你奶打电话。”我跳下书桌，把手机锁屏，一挥手，大度地说：“中。”闹了这么一通，上课铃响了，大家都各自回座位。贾薇薇自然也回去了，整节课我都能感觉到她在盯着我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什么女主光环，我就算被男主和男配合伙收拾，也要挑战一下了。唐柚子只想学习，考上好大学，让奶奶开心，我惹谁了？好不容易忍到下课，我把笔一摔，当机立断起身朝贾薇薇走过去。贾薇薇也起身朝我走过来。与此同时，一直看戏的陆继行和宋佳玉一同起身。我们4个人在班级的中心诡异的集合了。就在我开口之前，贾薇薇突然握住我的手腕，说：“唐柚子同学，谢谢你。”我愣了一下，茫然问：“啊，谢我啥？”谢谢你给了我反抗校园霸凌的勇气。我过去一直为了自己的家庭自卑，但看到你，我觉得自己简直大错特错。我要向你学习，堂堂正正的活着。说完，贾薇薇郑重其事的给我鞠了一躬，又说：“晚上放学我们一起走，好不好？我真的好崇拜你，我有好多话想和你说啊。”看不懂你们城里人。不好，他晚上要教我学东西。宋佳玉说：“他还没帮我恢复名誉，你们能不能别和我抢？”陆继行不耐烦地打断他们：“信不信我爸一句话让你们退学？”贾薇薇也怒了：“你信不信我告到中央？我忍你很久了，你知不知道？”再说一次，真的看不懂你们城里人。趁男女主互啄，宋佳玉悄摸摸把我拽到一边，小声说：“别管他们，你先和我说说为什么你叫了2声狗就走了？你是怎么学会狗语的？”俺真的不中了。从那天开始，主角团开始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在他们连续7天给我投喂早餐，并且为了我多吃谁的一口，差点打起来之后，
弹幕终于炸了，受不了了！我是来看男女主和男配感情纠葛，顺便打脸奇葩女配的。这是什么？就是奇葩女配怎么拿了万人迷剧本？再说一次，我要切换到城市频道，没想到他们吵着吵着，风向突然变了。Shut up！ 我支持唐柚子手拿万人迷剧本，因为我觉得这俩男的都配不上女主宝宝，让女配和他们玩去吧。呵呵，我早就想说了，被男主爱上是什么好事吗？装货一枚啊！仔细一想，如果女配能代替女主吃苦，那也不错。后面要被男主虐身虐心，高考前夕被男主爸妈威胁，差点错过考试，长大以后还错过好几年自己过苦日子。啪嗒一声，我的桌子上被拍了一个打包袋，我虎躯一震，抬头望去，是陆继行。他抬抬下巴，故作姿态地说：“最近很火的网红面包，我叫人排队买的。”想到刚才的弹幕，我警惕地往后退了退。你对我献什么殷勤？我没那个时间帮你恢复名誉。你说那事儿，我已经不在乎了。陆继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那你天天跟在我屁股后面干嘛？陆继行嘴角向上勾了勾，俯身接近我，压低声音在我耳边说：“因为我突然觉得你很有趣，仔细看看，你真的挺漂亮的。唐柚子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”他嘴里的热气喷到我耳朵上，我只觉得浑身的汗毛都炸了起来，但是我没有动。养过猪的朋友都知道，当一头猪情绪激动，开始满猪圈乱窜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能大呼小叫，那样只会让猪更加激动，说不定会一猪头拱死你。我尽量小心地把脖子往后撤，和他拉开距离，脸上露出和善的微笑，说：“你先回座位去好吧。喏，这面包你也尝尝。”和我想的一样，他拿着我掰开的面包，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座位，还回头冲我挑了挑眉。一般来说，拿猪食把猪哄回圈里之后，猪都会哼哼两声，表示自己很满意，这很合理了。但我没想到陆继行比猪难缠太多。作为这世界的男主角，他有钱有权，缺少家庭关爱，心理扭曲，谁被他喜欢谁倒霉。之前是贾薇薇，现在是我。他的小迷妹们开始疯狂找我麻烦，我辛辛苦苦做出来的笔记差点就被隔壁班女生丢进马桶。不过我拎着拖把追了他4层楼之后，就再也没人敢觊觎我的笔记本了。他们开始出阴招，比如说拿拖把抵门，把我堵在厕所隔间里，又或者造谣我和陆继行有什么不正当关系。在贾薇薇和宋佳玉出面制止之下，局面乱成了一锅粥。有人说我男女通吃，以一己之力欺骗了3个人的感情。我在学校有了个外号，叫狡诈的农村人。其实只要陆继行出面，那些小迷妹肯定就会住手的，但陆继行就是站在一边看戏，他在等我主动求他。那些等着看我笑话的人在弹幕上弹冠相庆，谁懂啊？看女配倒霉真的解气，让她抢戏，笑死！她不是挺能的吗？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能嫁入豪门吧？想多了。看着弹幕，我搓了搓手，起身走到陆继行面前说：“过2天就放假了。”陆继行把腿从桌子上拿下来，点点头。你是想说放假了，见不到我，你很开心？你不知道这种故作倔强的话听起来像调情吗？我是想说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出去玩？陆继行愣了一下，嘴角向上勾起，带着笑意说：“好啊，既然你都这么主动了。”然后他就坐上了开往榆树村的拖拉机，他价值34500的外套溅满了泥点子，整个人随着拖拉机的节奏颤抖，嘴里发出的声音。唐柚子，你把我带哪儿来了？我裹紧了自己的冲锋衣，闭嘴不语。呵呵，谁张嘴谁吃灰，傻子才张嘴。拖拉机开到村里，我潇洒地往下一跳，顺手把虚弱的陆继行从拖拉机上拽下来。他腿软，整个人靠在我身上，在落地的瞬间应了一下。奶，我带同学回来了！我大吼一声，拖麻袋似的拖着他往家里走。我奶赶紧颤巍巍地从屋里出来，眉开眼笑地说：“回来了，快进屋。”农家小院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屋子里也收拾得利索，阳光洒进来，照亮饭桌上摆着的大胖馒头，冒着热气的烩菜，还有一盘颜色鲜亮的凉拌菜，香死我了。我把陆继行往凳子上一扔，脱下冲锋衣就开吃。陆继行死机了，歪歪斜斜地坐在凳子上不说话。与此同时，弹幕复活。我的天，女配这是想用家庭的温暖打动男主吗？好土啊！不会真的以为男主会被几个馒头打动吧？男主爸妈只是工作太忙了，没时间照顾他而已，平时可是要月亮不给星星的，他缺这几个馒头吗？陆继行抬起眼皮看了一眼桌上的饭菜，唧唧歪歪地说：“我不吃快碳。”啥快碳慢碳？听不懂。爱吃不吃，不吃饿死你。我闷头吃饭，头也不抬。我奶耳朵聋，听不见他说啥，看他不吃东西问我：“这孩子咋不吃饭？”我吼：“他来的路上吃了，你不用管他。吃灰怎么不算吃呢？呵呵。”
吃饱喝足，我拎着陆继行直奔我家农田，扔给他一把锄头，说：“来干活吧。”陆继行终于缓了过来，不可置信地说：“干活？你叫我来干活的？”是的，我确实是喊他来干活的。虽然现在我家不缺钱，但我奶作为一个农民，对土地的感情是无法割舍的。他没事儿总在城里念叨，说放心不下这1亩3分地。我爸妈不理解，但我有一点理解，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些放不下的东西。我最放不下的就是我奶对我的期待。所以最开始弹幕说我是什么恶毒女配的时候，我压根就没往心里去，因为我打心眼里认为我堂柚子是我奶的心肝宝贝。她说我心眼好又聪明懂事儿，那我就是心眼好又聪明懂事儿，我怎么会是恶毒女配呢？我顶多是个文盲。这次放假，我和我爸妈商量，不要全家一起旅游了，他们带着妹妹玩吧。我想和我奶回村里过，只是我奶毕竟年纪大了，收拾屋子做饭已经非常考验体力，让她下地务农有点虐待老人了。我倒是能干，但我不想自己干，反正有陆继行这个250在，不吭白不吭。陆继行扛着锄头站在地头，愣了足有10秒钟，才反应过来，把锄头一摔，气哼哼地说：“我不干。”哦，那你就走呗。怎么走？拖拉机你是做不着了，来的时候人家可是看我面子才拉的。你打个驴车吧，小心点，别哼哼唧唧惹驴不高兴，一蹄子把你踹下去。陆继行欲言又止好几次，把锄头拿起来放下，放下拿起来，好像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我用力拍拍他肩膀，敷衍地哄道：“你不是稀罕我吗？我也稀罕你，快来干活吧，好宝。”陆继行，我都成功引起你的注意了，你还不为爱翻地？好宝，快点干吧，活这么多，今天拖明天，明天拖后天，你还想不想回学校上课了？陆继行瞬间警惕起来，后退一步道：“什么意思？你还不让我回学校了？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我爸，让他开直升机来救我。”好好好，你打，你坐飞机走，等开学以后，全校都知道你被猪拱了，坐在村头气得嗷嗷哭。陆继行怒吼：“我什么时候被猪拱了？”呵呵，我都引起你的注意了，我说的话别人当然信啊，你再唧唧歪歪的，我还说你让驴踢了呢。你，他指着我，修长的手指微微发颤。你拟了半天，他认清现实，扛起锄头开始刨地，嘴里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。别说，这小说男主就是体力好，赶上核动力驴了，没一会儿就刨完了一块地。活干完，他估计也是觉得刚才的表现有些丢人，随手擦了擦头上的汗，故作潇洒的抬头冲我挑眉：“唐柚子，还以为你费这么大力气把我骗过来，有什么大阴谋？就这么点活，现在干完了，你可以答应和我在一起了吧？有我在，以后学校里没人敢欺负你。”我伸了个懒腰，活动一下疲惫的四肢，说：“地刨完了1/4。”陆继行脸色一僵，强撑着道：“好，还剩3块地，那也不算什么。刨完了地，我再带你去收拾猪圈。你不知道我家的猪圈可大可大。”陆继行再没说话，铁青着脸，吭哧吭哧刨完了地，浑身发软的被我带去了猪圈。看到里面没有猪之后，他松了一口气，但很快就被一只不知道从哪窜出来的猪撞飞了，场面蔚为壮观。好宝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这猪是我邻居家的，总瞎溜达，回头我说说他。陆继行已经被吓傻了，他指着不远处的猪，高声道：“猪！”被猪拱过的朋友都知道，真正的猪一点也不可爱，离近了看还挺可怕。所以我很理解陆继行为什么一直在哆嗦。赶紧劝他，你不要动呀。陆继行充耳不闻，推开我快步往外走，然后他又被猪拱了，当场扑街，我只好把猪赶走，再把他扶起来。好，你闭嘴！他一把推开我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你好恶毒，你不是人，我看走眼了，我要回家。我心想，反正的也刨完了，你爱走不走，便点头道：“好好好，你回。”他从兜里掏出手机，想给家里打电话，却发现猪圈里没信号。他崩溃地摔了手机，一瘸一拐往外走，一路暴走到村口的井边，开始啪嗒啪嗒掉眼泪。弹幕再次出现在我眼前。我宣布，唐柚子不是奇葩雌竞恶毒女配，她只会很平等地创死全世界。唐柚子轻轻调教了所有人，比贾薇薇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，连贾薇薇也被唐柚子调教了。你们女主党到底在叫什么？什么用家庭温暖感化未来霸总？你们想多了，人家只是想拿未来霸总当驴用。唐柚子打响反对资本主义第一枪。我是异世痞，我喜欢唐柚子，锁定在农村频道。陆继行哭了没一会儿，我奶就过来了。老太太腿脚不好，颤颤巍巍地走过来，差点摔倒。这孩子哭啥？我奶问我。没啥，
他也不知是听到了还是没听到，走到陆继行面前，用力擦掉他脸上的眼泪。好熟悉的动作，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，他也是这么给我擦眼泪的。我小时候很爱哭，但为什么哭，我已经有点记不起来了。我奶的手很粗糙，沟沟壑壑的，一只手就能装很多眼泪，所以3两下就把陆继行脸上的几行猫尿擦干净，和他说：“柚子下午不是带你出去玩了吗？是嫌农村不好玩，想家了。你不哭啊？明天让柚子送你回去，不哭。”然后他扶起陆继行，颤巍巍地带着他往家里走。我警惕地看着陆继行，因为根据弹幕透露的信息，陆继行这个鸟人就像所有言情小说男主一样，毛病巨多，洁癖怕黑，挑食，还特别不喜欢和别人肢体接触。我心想，他要是敢嫌弃我奶，我就把他扔到猪圈里，让猪把他拱死。但也许是一下午的体力劳动，外加被猪拱消耗了他的全部体力，陆继行就像个小鸡仔似的，一点反抗也没有，被我奶扶着，微微弓着背往前走，一代男主落魄了。我哼了一声，跑到我奶右边，挨着他走。走到村里的小卖部，我奶停下，问老板要了2包虾条、2包干脆面、2包果冻、2包威化饼干、2包辣条、2桶香辣味的泡面，还有2根火腿肠。然后他从兜里掏出一个旧旧的塑料袋，是用过的味精袋子，也是他用了好久的钱包，又掏出里面的零钱，仔细数出来几张递给老板。奶把饭做好了，你回去看看爱吃不？要是不爱吃，这还有好吃的，你不哭啊？他扭头对陆继行说：“爸妈还没发财的时候，我和奶奶得省吃俭用过日子。辣条泡面对别人来说是垃圾食品，对我来说就是国宴。我一哭，我奶就买这些东西哄糖柚子。估计他以为全世界的小孩都拿这些东西当宝贝。”陆继行看着他装钱的味精袋子，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只含含糊糊地发出嗯的声音。我们仨回了家，饭菜在桌上摆着，呼呼冒着热气，依旧是香喷喷的炖菜、馒头和粥。陆继行迟疑着拿起馒头看了看，又看了我一眼，我筷子已经抡得飞起，忙里偷闲看他一眼。看我干啥？又不吃快碳了？那你自己烧水泡面去。陆继行哼了一声，劣质碳水，还不如快碳呢。哼完，他咬了一大口馒头，开始抡圆了筷子，大口吃菜。我奶看陆继行吃得这么香，还挺高兴，又去给我们炸了一盘油汪汪的土豆片。陆继行抻着脖子看土豆片，嘀嘀咕咕：“我最近还刷脂呢。”然后一口干掉了小半盘。最后我们吃得东倒西歪，陆继行撑的都要翻白眼了，还是坚持着把最后一口馒头塞嘴里。我奶笑呵呵地问他：“好吃啊？”陆继行大声说：“好吃，明天还吃馒头。”我奶问：“你明天不回家了？”陆继行尴尬地开始收拾饭桌，试图转移视线。我俩把屋子收拾得差不多，我踢了踢陆继行的小腿说：“好饱。”你不要这么叫我！陆继行立马跳起来，指着我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对你根本就没那个意思了，我根本就不可能和你这种心肠歹毒的女人在一起。”那你还吃我家这么多馒头，你啥意思吗？陆继行怒吼：“我都让猪拱了，吃2馒头怎么了？”我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陆继行嘴角抽抽了一会儿，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我俩坐在门槛上吃辣条，吃得满手满嘴都是油。我就想好好学习，考个好大学。你和你那群粉丝说，让他们不要再找我麻烦了，要不然我把你扔井里淹死得了。陆继行吃辣条吃得上头，鬼迷日眼地说：“哼，可以。”我嘶嘶哈哈地说：“啊，你知不知道，你挺烦人的。”陆继行也嘶嘶哈哈地说：“知道。”呵，那你为啥还这么烦人？我想找点存在感。啥？陆继行拆开火腿肠咬了一口，嚼嚼嚼嚼嚼嚼嚼。我爸妈对我挺好的，我要什么他们给我什么。但是吧，他们总没时间陪我，偶尔我生病了或者闯祸了，他们才能抽空来关心关心我。我可能有点缺爱吧，总想吸引别人注意。你真有病。我评价。陆继行面不改色地说：“我这么高，这么帅，家里还这么有钱，人家都说我像小说男主。小说男主有点病，不是很正常吗？”我心想，你真像了。他继续说：“不过我突然觉得还是没病更开心一点。今天干完活，吃完饭还有辣条吃，平平淡淡的，挺开心，挺踏实。明天还用不用收拾猪圈了？明天再说。你别抢我辣条，咋不撑死你啊？我都让猪拱了，吃点辣条怎么了？”有小虫子飞过，我抬起手赶走，却赶不走突然出现的弹幕。嘤嘤。
不知道楼上在应什么，但我也想应。你们俩是岁月静好了，宋佳玉还在为了学不会狗叫失眠呢。贾薇薇还在网上鼓励大家反抗校园霸凌呢，他们自己加油吧。陆继行在农村住了10几天，就被他爸派人接走了。也不知道那辆一看就很贵的车是怎么翻山越岭开进村的。离开之前，陆继行在我家院子里走来走去，一副尿急的样子。我狐疑地看看他，你可以找个地方随便尿，又没人看。谁要撒尿啊？你这人！他气得不轻，气呼呼地说：哼，算了。说完，他跑上车，从车里拿了2个袋子递给我。我接过来看看，这啥？一个是给你的，别天天穿你那个 Adidas 冲锋衣了；一个是给你奶的。走了，学校见吧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上车了。我把袋子里的东西拿出来一看，是一件新的冲锋衣，一看就是牌子货。另外一个袋子里的东西包装的还挺严实，我拆开是一个钱包，簇新，油皮泛着光，闻起来一股人民币的味道。我进屋把钱包拿给我奶，大声说：奶，小鹿走了，这是他送你的。我奶正在给我缝鞋垫，闻言意外地问：他啥时候走的？咋不和我说一声？就刚才嘛，他吃了咱家这么多饭，不好意思见你呢。我把钱包塞给他，不出意外，他仔仔细细看了半天，很宝贝地收起来，说以后再用，嘴里还唠叨：咋不和我说一声就走了？这孩子我好蒸点馒头给他带走。其实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和我奶打招呼。车开走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偷偷擦眼泪了。呵呵，软弱的男人活该被猪拱。在开学的时候，我的时间变得更加紧张。贾薇薇说我是她偶像，宋佳玉说我是她老师，陆继行没事就来请我吃辣条，好和我换几个我奶蒸的馒头。我快要被他们仨折磨死了。在我发了几次火之后，他们3个把我的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。贾薇薇组成我的闺蜜，陪我上厕所，陪我吃饭，还经常给我分享物美价廉的漂亮小裙子。宋佳玉做我的私人家教，有她这个学生授课，我的成绩突飞猛进。但我还是教不会她狗叫，这真的看天赋，我也很遗憾。陆继行不知道和那群小迷妹说了什么，没人来找我的茬了。他借此邀功，偶尔找借口去我家蹭饭。在我家，他表现的完全就是一个正常人，很有教养。有一次奶奶犯了心脏病，还是他托关系找人看的专家。城市里的生活好像也很好，虽然这里很大，但我有家也有朋友了。就这样到了高考前一天，我们4个坐在我家楼下吃辣条，嘻嘻哈哈聊一些有的没的。许久没有出现的弹幕又一次浮现在我眼前。要结局了吗？好舍不得。话说为什么这整个剧情都是歪的啊？虽然后面的校园温馨日常也好看，但我是想看男女主爱来恨去，外加打脸恶毒女配的。怎么这个恶毒女配一点也不恶毒？呵呵，不爱看农村频道的人，我和你没话说。没有异视癖，不喜欢糖柚子的人，我和你尿不到一个壶里，我去难道没人发现吗？这篇文被改过，第1版里糖柚子根本不是被奶奶捡回家的，他就是被自己亲生父母养大的，他爸妈对他一点都不好，把他养成了个大奇葩啊！还有这个改动吗？那就很合理了。我嗦辣条的动作顿住，看着眼前的文字，一时之间大脑死机。捡回家，我是被我奶捡回家的，我不是亲生的吗？无数纷乱的画面出现在眼前，尘封的记忆再度活跃。我终于知道自己小时候为什么那么爱哭了，因为我不是亲生的，所以我害怕眼前这个陌生的奶奶，害怕陌生的家。我一直哭，哭到发高烧，哭到脑子都要坏掉了。看我哭得呆呆傻傻，养父母都劝奶奶：这是个傻子啊，咋养？妈，孩子是怪可怜的，可我俩也不是不能生。我奶叹了口气，说：扔回去谁要？怎么说也是一条人命。再说我看这孩子不傻，挺好呢。养父母进城了，他就一个人带着我，喂猪也带着，下地也带着。我哭，他去小卖铺买饼干哄我，问我好吃不？我吃着饼干，忘了哭呲牙，冲他笑，举着饼干袋子说：哈哈，好吃呢，奶你也吃。我奶笑得很开心，用力摸我脑袋。谁说我们傻呢？多聪明，还怪知道心疼人。柚子以后好好学习，考个好大学啊！我不懂考大学是什么，但他说的话我都听，就叼着甜滋滋的饼干点头。喂，柚子，你怎么了？对啊，女配缠着男主让他请客吃人均1300的餐厅，撒泼打滚丢死人，我印象可深了。正我是没事没事，辣条呛嗓子了。我赶紧擦掉脸上的眼泪，摆摆手说：真没事。他们仨围着我看了半天，确定我没事之后才放下心来。陆继行说：别吃辣条了，我都饿了，几点开饭啊？我起身拍拍屁股上的灰，走，上楼吃饭。
我们一起上楼，家里已经摆了满满一大桌子饭菜。爸妈不让奶奶干活，但她仍然坚持蒸了一大锅馒头，说我们爱吃。吃饭前，一向最能说会道的陆继行举杯，有模有样的代表蹭饭三人组，对我们家的热情款待表示了感谢。我爸妈和他客气几句，大家拿起筷子开吃。风卷残云后，蹭饭三人组离去。我爸妈和妹妹说怕打扰我复习，三人一起出去遛弯了。我心思杂乱，看不进去书，装模作样的看了一会儿，走到奶奶的房间，蹲在她床前说：“奶奶。”我奶笑眯眯地说：“干啥？”我也笑眯眯地说：“没啥，我高兴呢。”你高兴啥？我觉得自己挺幸福呢。第二天，我早早起来去考试。进考场之前，我回头看了看奶奶，她身形有些佝偻，被爸爸和妈妈扶着，站在树荫下看我。突然想起早上她偷偷和我说，她攒够钱了，够给我买苹果电脑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冲她吼：“奶，我走了，考试去了。”我奶也不知听清了还是没听清，一个劲儿点头，示意我进去。我笑着冲她摆摆手，大步走进了考场。唐柚子，一个朴实的农村人，只想好好学习，考上好大学。